我们新媒体组一个小姑娘思思特别喜欢研究护肤的小偏方，比如什么疤痕膏去皱、干洗脸抗老之类的。上周开组会，她强烈要求我讲一讲痔疮膏当眼霜到底可不可行，还威胁我说再不讲她都没心思上班了。好吧，当机立断做期视频，如果你也有跟思思一样的想法，一定要看完哦。痔疮主要是由久坐、用力排便等压力导致的。但是长不长痔疮跟个人基因和身体状态也非常相关。不过呢，这不是今天的主题哈。在痔疮内部，静脉血管不但增生扩张，而且呢会发生异常的扭曲，这样会导致血流不畅、血液淤积。你可以自行脑补一下像拧巴的浇花水管的状态哈。组织上的异常改变导致免疫系统的激活，通过已经扩张的血管赶过来的免疫细胞到达患处，释放炎症因子，诱发进一步的肿胀、疼痛和出血。肿胀的痔疮因为压迫摩擦而破损时，又会发生继发的感染，进一步加重炎症。如果不加以处理，这会是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针对上述病变，痔疮膏里大多含有消炎、杀菌、止疼的成分。以最有名的马应龙为例哈，它里面的功效性成分有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珍珠、炉甘石、硼砂和冰片。它的辅料为凡士林、羊毛脂和二甲亚酚。人工麝香和牛黄可以抑制免疫细胞释放炎症因子，还可以调节游离钙的水平，因此是有效的抗炎成分。它们还能够疏通拧巴的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减少血管堵塞。炉甘石、珍珠和硼砂负责杀菌和收敛伤口，促进损伤修复。冰片可以通过调节 TRPM8 通道实现局部镇痛的功效。辅料也是挺讲究的，比如凡士林和羊毛脂是可以起到保水润滑的作用的。二甲亚酚呢，可以促进活性成分的溶解渗透。可以说作为一款痔疮膏，它是作用全面，非常优秀的。难怪老外们用了之后都赞不绝口。你知道他们都在用什么吗？辉瑞生产的痔疮膏，这里面唯一的活性成分就是去氧肾上腺素。我在鼻喷剂的那个视频里介绍过，去氧肾上腺素是血管收缩剂，也是治疗鼻塞的常用成分。它能迅速起效收缩血管，但是呢，它只能应急，不能常用的。因为呢，一旦用超过3天，它就容易形成依赖，让血管越变越粗。像用惯了这一类产品的人，用了咱们的马应龙，能不惊艳吗？那下一个问题是，痔疮膏涂眼睛真的可以当眼霜用来去眼袋和黑眼圈吗？答案几乎是否定的。眼袋是一种常见的美容问题，它由下眼睑皮肤、皮下组织、肌肉和眼眶隔膜松弛、眼眶脂肪肥大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另外呢，鱼尾纹和眼下凹陷也会产生眼袋。总之呢，眼袋主要是由衰老导致的，而痔疮膏它并不能解决衰老的问题，因此对付不了眼袋。唯一可能有帮助的是，它可以通过调节血管，减少因水肿导致的暂时性的肿眼泡。黑眼圈的成因有很多，血管型黑眼圈是由血液循环不畅以及血管壁扩张导致的血浆渗透引起的。当血液积聚的时候呢，红细胞中的脱氧血红蛋白、胆红素等有颜色的代谢产物会使眼睛下方呈现出蓝色或者棕色的阴影，就形成了黑眼圈。血管型黑眼圈往往跟压力、熬夜等原因导致的内分泌改变和炎症反应相关。另一方面，黑眼圈也跟衰老相关，比如衰老导致的皮肤变薄，会让血管颜色更明显；眼周的色素沉着会导致色素型的黑眼圈，还有因为皮肤和皮下松弛导致的结构型黑眼圈等等。痔疮膏呢，可能会对血管型黑眼圈有一点点作用哈，但是对于结构型、色素沉着型的黑眼圈却是无能为力。因此，那些因为吃得很咸、眼部浮肿、熬夜追剧导致血管型黑眼圈的年轻人来说呢，用痔疮膏就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你可以观察一下哈，在自媒体平台上大力鼓吹痔疮膏当眼霜用的人，基本都是像思思这样20多岁的小姑娘。但是对于年纪稍大的人来说呢，痔疮膏的功效就很微弱了。即便如此，我也不推荐年轻人用痔疮膏当眼霜哈，因为对于幼嫩的眼部肌肤来说，痔疮膏实在太刺激了。比如说麝香啊，它容易诱发光毒性和过敏啊，然后硼砂它是碱性的，如果没有酸去综合它呢，就会破坏皮肤屏障。二甲亚酚呢，它强力促渗的同时也会刺激皮肤的，而长期的刺激会导致慢性的炎症，炎症又会促进衰老。因此到头来到底你是美容了还是毁容了就不好说了。大家想想，我们这些搞研发的，天天都在琢磨怎么呵护好用户的每一寸肌肤，加个0.0几的精油都怕有人会不耐受哈。然后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人把猛料药物直接涂在最稚嫩的眼部，真心是要替他捏一把冷汗的。温和又有效的眼部产品那么多，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标新立异去用药物代替眼霜。痔疮膏的归属应该在眼儿上，而不是眼上哦。好啦，这期丁妈试点评就到这里啦。下期想听什么产品的点评，请在底下留言或者在粉丝群留言告诉我。就到这里啦，拜拜。